欢迎收看第1055期北京不静音。今天呢，我们继续做中共认知战人物录这个系列。那么今天我们聚焦的人物名字叫北美王路飞。那么在网上，现在大家更多的俗称他就叫王路飞啊，王路飞。但是呢，我为什么要特地把北美这两个字还要加在这里？是因为啊，这个断句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我们知道路飞呢是海贼王这个动漫里的人物啊，那么其实他这个名字的由来结构就是海贼王路飞啊，把这个海贼王改成了北美王，原本是这样，但是呢，大家这样叫王路飞叫多了之后啊，他也就默认了，并没有去否认啊，说你们这个断句是错的。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对他真实姓氏的一个保护啊，因为这样叫呢会让大家误以为他姓王，对吧？那么OK 无所谓，我们就尊重啊，他想保护一下他自己的真实姓名，这个我们也能理解。大家习惯叫王路飞，我们今天的节目里也就叫王路飞。我只是在开场，给大家提醒一下，这个断句其实是错的。好，那么这两天大家也都看到了，他连续发了很多条的长推文，包括在他自己的油管频道上也贴出来，那么尝试对我进行羞辱和嘲讽。那么我们这一期节目算不算是一个回应呢？或者是一种报复性的回应呢？不是啊，必须说清楚，不是，因为他要做成本系列节目的其中一集，是我心中早就确定的啊，因为我对他观察很久很久了。那么，但是我并没有决定呢，什么时候做这期节目啊，或早或晚啊，我没有决定。这就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跟大家分享。前些天呢，我打算做本系列的第6集节目，就是我名字就我自己啊，解构北境啊，在这个中共认知战里，我是个什么样的角色？那期节目啊，那么那期节目之前，我卖了个关子，跟大家开玩笑啊，我就发了一个这个有奖竞猜，在推特上啊，也在我的频道里，让大家猜我下一集要讲的这个人物是谁。那我觉得你们可能都猜不到，我会把我自己放到这个系列里去剖析，对吧？这是一个小玩笑了，那没有人猜对。但是呢，就在这种氛围之中，大家就猜啊，那我下一个人我要说谁呢？说二大爷，说王路飞，还是说某某某，对吧？那就会有人猜王路飞。那这个时候呢，王路飞自己就有点心虚了，他就觉得啊，我确实就是要做他这一期了。于是呢，他就玩了一出叫恶人先告状的把戏啊，就是发了一个长推文，等于以攻代守，先对我进行了攻击啊，以此呢防备说我做出这期节目啊对他有什么样的评价。结果特别有意思的是呢，我给大家看啊，他这个推文发出来将近1小时我才看到啊，因为呢我在推特上我并不关注他，最早呢我们是互关的啊，后来呢我把他取关了，就是在王志安李听那个事情之后，再后来呢我又观察了他一段时间，有一阵呢我又把他加回了关注，但是不长啊，可能也就1周或者2周的时间，我就又永久性的取关他了。为什么我一会儿都会告诉大家。那么但是我取关他之后呢，他还一直是关注着我，直到他发这条推文的这天之前，他和那个叫伯伯的人在互撕的时候啊，我有刷到他的页面，他还在关注着我，但是他发这条推文的时候呢，他就取关我了啊。所以呢，我看到他这条推文的时候，他已经发出来将近1个小时了。那段时间我在干嘛呢？我在录啊，就是这个人物录北境那一集，所以就这么巧啊。那么他以小人之心呢，夺这个君子之腹呢，发出这篇长推文，他以为我要发节目去批判他，结果其实我是在批判我自己。但是没关系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主要是讲什么呢？我觉得有这样几个方面啊。
首先呢，我把我对他个人的观察，给大家剖析一下，尤其呢是以他发出来这个长推文作为一个样本来分析啊，字里行间我给大家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只在这个公共信息层面来拆解啊，我不去说一些背地里的啊，有人向我爆料啊，说他是真实长什么样子啊，包括他真实姓名是什么呀，他的一些底细什么，这些我都不会说在这个节目里啊。这个想看八卦的朋友们就先失望一下吧啊，我不是这样的人。其实我不关心这个是王路飞还是吴路飞还是叫什么无所谓，无论他叫什么，我不关心这个事儿啊。我们就在公开层面，这个北美王路飞他发的文章做的节目，我们分析一下，这是本期节目的第一部分。那当然了，其实这部分的重要性没那么大了，更重要的是后面这部分，就是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像他这样的人非常的多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我会给大家分析清楚，以及这一类人或者说他们形成的一个小矩阵，或者在整个中共认知战这盘棋里面啊，究竟是什么样的角色，起到怎么样的一个深远的影响，这个才是关键。OK 啊，我们先回到他这篇长推文啊，你看这个上来就是北京北京啊感叹号，然后开始了他这个小作文啊，开始各种嘲讽啊，什么有比喻这个什么金庸吧什么，但是你看啊，他说我每次只要一亮相啊，总是带着这个什么什么站在这个道德高地，这个是他惯用的一个手法，这个我们后边也会给大家详细分析啊。什么意思？就是先把你扣上，就是你这些对中国、对中共进行批评的人啊，我先对你进行一些羞辱和污名化，让你呢，你的行为啊，我给你包装成你是在做道德表演，以此让别人啊对我不信任啊，说你看他嘴上一张口就是道德，是吧？那么但是呢，这个里边其实反映出呢，像他这样的人对于道德的不重视。那么对于道德的不重视，其实是一个中国人现在的广泛问题了。就是我们知道道德在中国崩塌的非常严重啊。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够重建，是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那我相信他应该是比我年轻的一代。他们这一代人呢，现在在网上非常活跃，我也在观察他们，就是确实有这么一个普遍性，就是你跟他们谈道德，他们不关心的啊，这个事情谁突破了道德，谁这个他们真的不关心，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么好，他就又说了啊，说这个你看，说我什么行必谈操守啊，言必称正义。这个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做人吗？怎么到了这个王路飞嘴里反而是要变成了一种嘲讽的语气了呢？对吧？然后呢，他还要说我们当时做第一场对话的时候，就好像是我突然去要求他来跟我做对话什么的啊。那么关于他在里面聊到的北京对话的这些事情，我昨天也发了一个长文去澄清了，对吧？因为这个呢，我为什么要澄清？有人说你为什么要搭理他这么一个碰瓷儿的行为？但是我想说，北京对话不是我一个人在做的，对吧？我现在做了108场，来过73位不同的嘉宾了，这么多人啊，这么多不同的嘉宾。那么这个系列呢，是我认为是华语世界一个非常难得的多元对话节目啊，我们做的很辛苦。但是如果是被王路飞这个套路去诋毁的话，我觉得对那些嘉宾也是很不公平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去澄清，因为他在他这个长文里有很多的都是他自己的一个揣测说的都不是事实。你比如说，他说他来跟我做对话啊，好像是我突然邀请他上这个节目啊，但是呢，实际上我们认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的？是在这个 Blue Sky 蓝天这个平台上。那实际上是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他突然给我发私信啊，当时还是他在做这个清迈的那个什么买房啊那些事情，对吧？
他在做那个节目，然后他过来说，哎，问我能不能和在中国国内的那位叫吴干的先生啊做一期对话，他在搭这么一个桥，这样我才认识他，对吧？那么我从那儿认识他呢，刚开始我对他印象很好，因为我觉得他很正义，而且在追求那个真相，然后再做很多的认真的分析，找很多的数据，这是他在清迈那个事件里的角色啊，我看的还是不错的。那么于是到了这个李老师发币那个事情，我看哎，这又是王路飞又在关注这个事情，而且分析的也很透彻。我说那我们就做一场对话，从你的角度也聊一聊，就是这么由来的。结果没想到呢，他在他这篇长文里啊，把我们当时这个对话说的如此不堪啊，但是这个无所谓了。那么他说我在这个对话的最后啊，我说我神秘兮兮要做一个什么独家视频爆料，他就把话说到这儿，这是使的一个坏啊，因为我之后做没做这个独家爆料，我做了，对吧？我不是言而无信没做。那么我做的是什么内容？是关于蒋部参与李老师发币这个事情，对吧？这大家都有印象。这个我是全网第一个爆料出来的，因为是一手的信息源。那么这个事情王路飞是完全知道的，但是他在这里就写到这儿啊，神秘兮兮的说要爆料，我爆了吗？我爆了，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不继续说清楚呢？搞到不清楚这个事情的人看了他这个文字，好像我只是在这个故弄玄虚，我什么都没做一样啊。这都是他的文字的一些伎俩了。因为这些东西呢，原本我并不想从这个角度去揣测，就说他的人品是不是有问题，但是他的这些长文基本显示了这个情况。好，之后呢又开始说我当时做这个不静音派对，邀请他来做李币那一场分析，对吧？但那一场除了他之外，还有另外3个嘉宾，贾佳、威廉、JJ， 这些大家都很熟悉了。那么当时呢，是做不静音派对是一个全新的频道啊，我是有一位合伙人的，在当时，对吧？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当时呢，我们在商量啊，请什么样的嘉宾来聊李币这个事情，那么就有请到刚才说的这4位啊，包括王路飞。然后你看他在这个字里行间啊，最后写他说他本想拒绝，但是呢说没料到说我直接拍板啊，说日期改到他有空，就好像我在求他一样，把他当成一个特别大的咖供着，我为了他特地改这个时间，其实根本就不是，因为他在北美，对吧？贾佳在日本啊，威廉在北美，然后 JJ 在英国啊，我在欧洲，然后我的合伙人在洛杉矶，就是你看到这是一个当时是一个全球的哪个时区都有的人，我们要协调这个时间，不是说我为了王路飞一个人在这里改时间，我等于是尽量找了一个对4位嘉宾和我的合伙人都尽量友好的时间，我自己的时间是特别不友好的，这是我当时做的各种牺牲啊，结果到他这里就成了这么一种说了啊，这都无所谓，我们接着往下看啊。好，接着他就开始说这个订阅数了。那我们一个新做的频道，然后他说，哎呀，我一去傻眼了，订阅数高达307，就是他用这种嘲讽的语气。那我觉得我一个新做的频道在当时啊，那么订阅数无论是300人还是就3个人，这个影响你表达观点吗？对吧？等于你言外之意就是说你看不上这么少的一个订阅数，对吧？你等于是用这个订阅数和流量来去做一个这个节目品质的判断，那你这就是一种慕强嘛，是不是啊？然后说我在现场啊，怎么又聊到大兵啊什么？这个当时是这样，每个嘉宾在当时这个事件里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啊，我们要平衡，让每个人把话讲出来。我只是一个主持人啊，仅此而已。但是呢，他要在这里呢，把我搞的就是我有多么的坏啊，我有多么的阴谋，然后在这里去搞事情。那问题就是北京对话我做了108场啊，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分支的系列，其实类似这种对话直播我已经做了应该有小200场。那这么多的嘉宾，这么多场，那观众一路看过来，你们都知道我北京是个什么样人品的人，对吧？我的这些直播都是即兴的，没有事先去串稿啊，没有，也没有说我们做完对话之后再去做一个后期剪辑，我把嘉宾的话掐头去尾做一个
这么一个包装输出啊，去断章取义别人的话，我都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即兴的，那我只能保证现场不冷场，对吧？嘉宾卡壳了或者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我会递一些话，我说：“哎，我在网上听到有这么个说法，你怎么看什么？”我就会用做这样的方式去暖场。然后到王路飞这里就全都变成了我阴谋的去造谣或者说一些不实的话。那这里边他用了很多的嘲讽的语气啊，这个我们就不分析了。那么最重要的最下面你看啊，他又说到这个当时王志安和李听之间的这个矛盾啊。其实这个事情是我对王路飞这个人印象有极大改观的一点。之前我觉得是一个追求真相很认真的人哈，但是在王志安这个事情上，我们看到了他选择性沉默，就是明明是王志安做的不对，但是呢，他因为之前在李币的时候啊，被王志安去推荐啊，所以他的很多流量和粉丝来自王志安那边，所以他不想得罪王志安，他就表现得非常的，说好听点是克制，但说难听点就是选择性沉默。在整个王志安跟李听这个过程中啊，他也想沾流量，但是他又不能够去批评王志安，所以就在那里不停的跳来跳去啊，像一个小丑一样。我对他的印象极其的差，在当时啊，我在节目中也批评过他很多回啊。然后他在这里呢说这个听局大战爆发，大家看最下面这一段，他说我呀跟过年似的。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一个巨大的热点话题来了，我觉得有很多内容可以说，我连做很多节目，这就是我的风格，对吧？于朦胧那个事情的时候，我也是这么做的。那难道于朦胧去世这个事儿，我也像过年一样的开心，然后我在这里好像找到一个热点，在这里狂做节目吗？那按他说的，那清迈这个事情那么多人被骗，那你王路飞是不是也像过年一样开心的在做节目啊？当时李币发币，你是不是也像过年一样开心的在做节目呢？所以这些完全没有逻辑的话，你扣在我头上，你放在你自己头上是一样的，这多么的好笑啊！然后说我想邀请李听去对话，然后说最后一句话，他说李听智商在线啊，没有搭理我这个碰瓷儿，这就完全是我说他的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了。我和李听是有联系的，那么我当时想邀请他做对话，其实我并不是说好像全网就我最挺李听，这我的观众是可以给我作证的。我很早就做了一期节目，我去质问李听一个问题，对吧？就是你当年为什么这么挺王志安？我对李听是有批评的，我不是说单纯的只站一边去挺他的。那么好，我想跟李听做对话，李听是给我打过电话的，在电话里回答了我的那个质问，并且在电话里我们聊了很久，那场电话我忘了是2个小时还是多久了，很久。然后在那场电话里，他给我解释为什么现在不方便跟我做这个对话，因为他跟王志安之间有各种这样的纠纷啊，他也不想在网上去这么聊，等等等等，给我说了很多原因啊，我都理解，都接受。所以你看，根本就不是说所谓李听智商在线，觉得北京这个人根本就是一个无赖，我不能搭理他，我不接受他的邀请对话，不是的，是李听特地给我打了电话，告诉我这些事情为什么不能够做对话。所以你看这些实际情况，王路飞都不知道，但是在他的字里行间就全都变成了对我的这种羞辱嘲讽。好，我们接着看啊。然后接着说我逼人站队等等，说拉他朋友上节目。那他这里指的他的朋友可能指的就是李热狗李热狗这个其实很多方面跟王路飞是很像的，对吧？他们其实都不愿意把自己的真脸露出来，真实的姓名都在这里隐姓埋名，是吧？那为什么这么做？是因为他们还经常要回国，这个我是能理解的。但是后来我对这类人的观察，我发现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这个是我今天节目后面我要讲的。那么好，他等于是用这个李热狗的这个，你看他们俩之间呀都在攻击我李热狗和王路飞当然互相之间还要去互相站个台他们有一个小矩阵，不止这2个人了，还有很多人。过去呢，我认为呢，他们都是一个一个的自媒体，
但是最近我才发现，其实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媒体，他们背后啊，就这类人背后是有 MCN 公司的，他们互相是形成媒体矩阵的，他们是互相推荐流量，然后互相去打掩护，然后要去撕咬一个人的时候，他们会群起而攻之的，这就是我遇到的事情啊。当然无所谓，我不怕啊，我一个人也可以跟你们这一个矩阵，我也不会落于下风，没关系的。那么好，就在这里啊，接着说。那么他认为呢，我对他的不满是由于他当时没有去批王举，这只是最初的不满。因为当时呢，我只是认为他是一个有这个大男子主义倾向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他在这一点上会共情王志安。那再加上这个王志安给他流量等等，所以他选择沉默，对吧？我当时对他认知就在这里。后来呢，我发现不是了。就是他呢，经常性的选择性沉默，对吧？过去我对他的欣赏是说，你是一个对真相很有追求的人，对不对？你可以去分析那么多的数据，然后条理很清晰的去摆这个因果，对吧？然后把这个真相去拼凑出来，在李泌的时候，这都是很好的。但是我发现呢，你看李泌这个事情，我们当时发现不对的时候，大家也都有批评。但是也就仅仅对这个事儿，我一直说，李老师的为人我是相信的，对吧？那他这个事情做的有一些纰漏，有一些遗憾，我们拿出来批评，这个也是不能说因为我跟李老师认识，我们做过对话，我就沉默不说这个话，对吧？我是要说的，但是说过就算了，对吧？人孰能无过呢？说过就算了，而且李老师他们整个这个项目也在调整，后续也做了很多好事儿，就 OK 了。但是我就看到，汪路飞就死咬住不放啊，没完没了的去羞辱。那我一会儿会给大家分析，他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情绪输出，这背后是有目的的，这背后是有非常恐怖的目的的啊！我一会儿会给大家分析啊。那么好，我就发现，那好，除了李老师这个事儿，那其他事儿你为什么不聊呢？对吧？中国每天或者每周每个月发生这么多的事儿，你包括于朦胧啊，包括这些器官移植啊，包括哪个孩子啊，各种各样的这些社会层面的问题啊，涉及这个真相的问题，你们大家去王路飞的频道自己去看，只要关于中国的话题，他什么都不聊，什么都不聊啊，他自己原来还做过辩解，说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是吗？那为什么到了美国，到了国际上的一些政治事情，你又聊得那么开心呢？尤其是涉及美国的一些话题的时候，为什么这么投入呢？但是中国他不聊，这个叫什么呢？这就叫选择性沉默，对吧？那有人说了，那能理解呀，因为他又没露脸，他还要回国，是吧？所以他不敢聊中国的话题。OK， 但是这个理由并不完全站得住脚。我后面也会给大家分析他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好，我们把他这篇长文看完，最后呢，他还要说什么侵权的什么肾虚广告，什么指向我什么什么，这是什么梗呢？就是我不知道是一个什么网站这个是小迪台当时截图告诉我的，说有一个网站放了一个什么跟什么肾什么有关的一个广告，结果呢是放的是我的一张脸。那这个可能就是网络抓图做的这种侵权行为，但我也没去告他们，我也没找，无所谓，你就弄吧，反正一个破网站，对吧？我也没有功夫去搭理你。但是这样的一个行为本身，如果你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你是应该谴责的。你像小迪台，对吧？你是应该谴责的，你是应该告诉我的，出于好心好意。但是到了王路飞这里，反而成了他挖苦我的可以拿来的一个素材，用来挖苦我。所以大家就看到了这篇长文，我不知道你们看完之后什么感受就是我对王路飞的认识又更深了一层，就是我对他的这个观感是逐级下降的。到这篇长文，就是我对他的人品都产生了怀疑，就是你
毫无是非观念的一个人，啊，没有道德感，啊，拿这个道德当一个这个武器，在这里去批判别人有道德，别人嘴里讲出来有道德的话，在他这里成了嘲笑的点。他不觉得道德是多么重要的事情，然后应该表现正义，对吧？有人去侵权我，去污蔑我的形象，做一个什么肾虚广告，好，这个事情你明显应该是有表达你的正义感的，即便你不是说你跟我不是朋友啊，你不用去为了我去谴责这个事儿，但是你也没有必要再把这个事儿拿出来当成一个嘲笑我的点。这个事情你伤害不到我呀，我又不肾虚，对吧？我又不是说这个，就是如这个广告上所说的，我没有任何侵害到我的地方，反而你写的这个长文让大家看清楚了你是什么嘴脸，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品。哎呀，王鲁飞，你这个事情做的真的是蠢呐！好，这是一篇长文啊，我们接着看，还有这样一篇长文，这篇长文里的问题就更大了。你看啊，他们呢，就是无论是这个背后的 MCN 啊，还是说一些水军啊，他们会跑到我的频道来做灌水啊。那好，我怼了其中一个观众之后呢，他们就会拿这个东西给到王路飞，你看王路飞，然后就马上就贴图就发出来说，哎，你看，说这个北京啊怎么怎么样。接着呢，他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啊，他在讽刺我的这个作家人设，他认为我是一个文科生。这也是他对我的不了解，对吧？那么我的老观众都知道，其实我的出身不是一个文科生，啊，我恰恰是一个学数学出身的人，啊，我是得过这个奥数比赛的奖杯的。当然，我从来不说这个，因为在我的脑子里没有这种文理之分，而且其实我认为文科的这些观念理念是优先的啊，比起这些理工科而言，更重要的是文科。那你想救中国，你要改变的是人的观念，而不是说中国这个制造有多强啊，武器能造的有多好，这些东西都是其次的。到今天21世纪了，还秉持着这么一个观念的人，那就是这跟清朝的时候说这个师夷长技以制夷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那帮人有什么区别呢？那能救中国吗？对吧？这和文革时候啊，把所有知识分子骂成臭老九，去批判、去看不起，又有什么区别呢？中国进步了，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比我们年纪还轻的，在海外受过高等教育的这个王鲁飞，恰恰就在这里用了这么一篇长文，把自己观念上这种腐烂啊、腐朽，全都表露无遗了。你看他在里面说啊，意思说好像我不是一个理工男，我理解不了这些理工科的知识，他完全不知道我的底细，然后他就只认为我是个作家，就一定是个文科生啊，然后又开始说国内什么高中分科早了啊什么的，然后最后你看啊，他就能解释为什么在推上和油管啊能够客观承认中国科技在很多领域啊什么进步的都是一些有理工科背景的啊，反而是一些这个有文科背景的啊，好像天天在那里反共、反中国、反共啊。但是我们必须得在这里看清楚一个观念啊，就是说，当一个国家它只能够拿出一些自己的在工程方面的成就去吹嘘的时候，那你就明白一个什么事情，就是这个国家在更高的制度和文明的产出上没有成绩，完全没有成绩。中国的问题啊，实际上我们看啊，你看欧美的这些国家的这些工程师啊，这些所谓理工科的这些人才，他们的观念里有非常多的人文素养，他们非常清楚，就是仅仅这个理工科的这些成就，你必须要在一个更高层面的啊，所谓有文科背景的这些制度设计、文化的土壤基因，必须要由这些东西去承托，你才能够有更好的这种理工科的发展。但是这些道理啊，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但是我没有想到啊，这么年轻的一个王路飞，他不懂，在欧美上过这么多学，他不懂，他反而在这篇里啊，洋洋得意的有一种所谓的理工科的优越感，这个是多么荒唐可笑的一种优越感啊！
这个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啊，也是想给大家拿出来分析的。好，那么我们现在回来说王路飞从这个王志安和李听那个事情给我一种非常大的大男子主义倾向以及这种选择性沉默。再后来关于中国的话题都不说，对吧？这种选择性沉默。再后来追咬着这个李老师不放追咬着各种的一些反共人士，他去攻击。但是他的攻击点非常单一，就只攻击这些反共人士。但是中共这边或者亲共的人士有什么问题，他又是选择性沉默。我最开始我是觉得这是他个人的选择，对吧？就是因为要回中国等等的，这是他个人的选择。但是选择性沉默是很大的问题，对吧？但是最近我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再加上他这篇文章里暴露出的人品问题。好，我给大家分析是什么情况有这么一类人我们都知道中国这个网络发展直播行业有非常多的 MCN 公司，对吧？那么这些公司呢，就是包装这些网红的我给你怎么包装你这个人设，怎么去给你推这个流量这就是国内这 MCN 公司这些公司我其实很熟悉他们是怎么做的。那这些公司有很多公司出海了，跑到海外的这个中文世界来谋食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非常多的所谓的推特上的一些新冒出来一些大 V 包括这个油管上的新冒出来的这些 UP 主，好多人表面上是一个自媒体，但他背后是有 MCN 公司的，他签约了国内的 MCN 公司。那你想想，这样的一个，首先有一条红线，就是关于中国的话题，你不能说，或者你的这个批评要小骂大帮忙，或者你要非常的控制你的这个程度，因为你签的是国内的 MCN 公司这是一点。但是其次呢，我为什么说这个事情跟中共认知战也有关系呢？这个话不是说中共给他们钱，或者甚至给这个 MCN， 没到，他们没有这个级别，但是他们自己会做自我审查就是都不需要中共发话，他们自己会去往中共的叙事上去贴，往这个爱国流量这个池子里去刨食我的基本盘就是这些粉红，或者呢是一些对中共对习有一点点不满，但其实本质还是粉红，或者还是黄汉，或者还是大一统患者，还是这些人，只是有一点点不满，然后翻墙出来，那么愿意听的就是这样的频道。所以我就是要把这些流量去拿下，这就是这个 MCN 公司给他们做的一个流量分析。然后在这个自我审查和这个追逐流量以这个流量论，你看王路飞动不动就是你看这个北京的这个订阅量不行，就是各种看不起，是吧？我们当时弄一个新的频道订阅量不行，就这样的就是唯流量论的这种背景下，会发生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他们做事儿会越来越没有底线，因为我只是为了追求流量什么那我中国话题我不聊多悲惨我不聊，因为聊了有可能影响我的粉丝基本盘，对吧？我选择性沉默。然后这样做久了之后，那他们的实际行为，即便没有中共给他们指令，没有中共给他们钱，但他做出来的事情就会高度的符合中共认知战想要达到的效果。什么效果我用一句话给大家讲明白，就是他们这一类的账号是如何配合中共认知战的他们不需要去告诉你怎么爱这个国家，它不是传统的这种外宣就是说中共有多好，中国有多好，它不是这个角度，他不需要告诉他的观众说中国有多好，你去爱中国，他们不做这个角度和这个赛道，他们做的是另一个赛道，就是告诉你反共有多么愚蠢。我们尽情的可以去嘲笑那些反共人士，因为他们会找一些极端案例，然后把反共的一些人士包装成说他们就是有病魔怔了。他对这个李老师，包括整个李老师这个团队的撕咬的这个程度和那个瞄准的角度，就是我刚才说的，他们就要把李老师这一群人妖魔化、污名化。
虽然这一群人我并不是都很喜欢，你比如说这个徐某人，你比如说多伦多房联，我原来都非常严厉的批评过，对吧？那么，但是你对这些批评，你必须得有一说一，而他们这一群账号所要干的是什么呢？是彻底的让你失去这个道德感，会告诉你啊，你其实这些反共人士他们都是很糟糕的人，他们只是在这里就是批评中共，他们只是在做一种道德表演，而道德是什么呢？屁都不是啊！他们讲的那些普世价值、文科理念、人文精神，什么都不是。什么是重要的？理工科重要，我们工程学重要啊！我们拿数据说话，这就是他们这些账号的一个观点。那这个观点当然从本质上，刚才我分析了，对于未来中国的这种自救是没有用的，对吧？因为你本末倒置了，中学这个体必须得改变，你才能够去拿一些西学的这些技术去嫁接，中国才可能发展的好啊！你连这个人文的精神都没有，你连这个观念上的改变都没有，你去谈说啊，我是一理工科男，我这个思维有多清晰？你思维再清晰，你也只是在一个中共给你画好的条条框框里，你去做这个因果计算。中国缺的不是计算，懂计算的人，懂推理的人，中国不缺这些人。中国缺的是你怎么样能突破现有的这个格局和框架，需要的是这样的思想家，你必须要能突破它。如果框架不打开，中国现有的框架的弊病你不找出来，你只是在这个里面拿你的一些什么理工科的严谨去拿一些数据去分析去推导，有什么意义呢？你在某一个工程领域啊，你拿一些数据也不知道真假，最终啊你论证出说，哎，中国不差啊，这个工程做的也很好啊，以此就让你的粉丝又自嗨了，觉得我又自豪了，有什么意义呢？做这个事情。所以从这点上再推导啊，他们整个干的是什么事情？就是如何配合中共认知战呢？就是把反共这个群体去妖魔化，去污名化，啊，然后就说你看他们有很多说谎，有很多一些这个言行不一致的，那这样的人多了，亲共的人里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你为什么不批评呢？所以他们用这种选择性沉默的方式完成了这一切。好，那么就是反共的这些人都被妖魔化了，对吧？被他们污名化了。然后又说这些人都是一些学文的人都是脑子有病的人，天天在这里讲道德讲普世价值，都是一些没有意义的。然后等于把这些东西又去道德化，最终呢它会影响整个这个舆论，因为他们通过 MCN 通过他们互相之间的这个形成的矩阵当去撕咬一个人的时候，他们集体行动你比如说这两天撕咬我，就是集体行动互相印证说北京就是这样的，北京就是这样的，然后去造成这么一个舆论场。那你看，因为我是一个个人，我没有团队，我只能一个人去面对他们的这个攻击，对吧？当然，我网络上有我一些朋友，那么也有一些我的就是你们观众朋友们，有些人也会为我去发一些声，但是毕竟我们不是一个有组织性的一个团体，我们不是一个这种。有这个 MCN 有水军有人家这种炒作推流的这种专业手法的人，我们都不是，我们只是看见了说一两句。他们打的是一个集团战，对吧？所以这就是问题。那么好，最终形成什么样的效果？就是影响整个海外的中文圈，让你们就是离反共或者批评中共这一套叙事和这一套行为模式远离它，就是去行动化。所以这个在最终这点上，他们就符合了中共认知战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你们你就看看这些博主的，对吧？美国出了什么事儿，你看他们都能把这些数据分析得很清楚，你们就看这些节目去吧。中国的问题不要关心了，什么李老师发那些他们都只是骗钱的，不要去关注他们，这就是他们的目的。中国这些现实问题你不要去关注。你就去关注美国这些问题，你看这些博主一个一个的，什么艾森了，什么王路飞，那分析的都很透彻了你们就去看这些节目吧，以此去分流以此让人们远离这个反共的诉求和反共的这一套这个叙事。甚至他们还加入了非常多的这些嘲讽和羞辱的元素
最终就让人家觉得说，哎，你反共啊，真丢人啊！你反共啊，你是一骗子吧？啊，你反共，你整天嘴上说这些仁义道德，你就是一个斯文败类，就是他们用这一套整个的包装去完成了中共认知战这个非常重要的一块阵地。这个我觉得是我特别想拿出来给大家分析的。至于这个人啊，这个北美王路飞，我觉得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因为通过这么多的事儿，我对他的失望已经到现在啊，就是连这个整个人品都站不住脚的时候，那我对这个人就已经没有任何兴趣了。因为如果一个人啊，你比如说像这个，举个例子啊，你比如像多伦多方脸，我也对他很失望，对吧？他很多事情啊不认错呀，然后一些东西，但是我并没有说在本质的人品上对这个人产生一个质疑，那么我就永远会留有这么一线空间啊，期待这个人这个年轻人可以长大，可以转变。但是像王路飞，如果说你这两天这样的一个思考方式，这种发长文的水平，那就是让我对你的人品产生了极大的质疑那我就不会再去对你寄予什么样的希望了你愿意用这种方式在网络上去混你的流量，你就这么去做，没关系没有关系。我这边你也伤害不到我我的观众，我的订阅量虽然很少，对吧？但是我问心无愧，我没有去签什么 MCN 公司，我也没有去刷我的流量，我的粉丝一点一滴的都是靠我自己的口碑积攒到现在的。所以我在为华语世界做的这些事情你可以去看有什么话题是我回避不敢聊，考虑我个人安危不去碰触，有没有？我有没有选择性沉默只为了维护我的这个粉丝基本盘，我的流量或者我的什么东西？你应该这么做。当然了，我也不想教你我也不想去影响你的观众。我说一句非常粗俗的话，我在这里做这个中共认知战人物录这个系列，我只负责告诉华语世界，我说的粗俗一点我只告诉大家什么是屎，什么是臭的。但是有人说我就要吃这个屎，我因为讨厌你北京，所以我起逆反心理。你批评的人，我就一定要去粉，我就一定要吃这口屎，随便，真的随便，我绝对不拦着，因为我也拦不住，这不是我该干的事儿，我不管你们，随你们，愿意吃吃这就是我上一期节目讲的，我也在这个认知战里面，对吧？有人因为讨厌我，所以反而愿意去粉我批评过的人，那你产生这种逆反心理，我只能说你是一个巨婴，你还没有长大，你还用逆反心理去在这个世界上游走，那是你的自由。当然了，也算我产生的坏的效果，对吧？那我只要存在在这里，我就会产生好的效果，也会产生坏的效果，这个没办法，我也在认知战之中。你们这一类人就是美国中国两边要跑的，甚至签了 MCN 公司，现在想要在这个流量上挣钱的，就是你们这些人。我劝你们呢，保留一点点良知无论你是认为自己是个中国人，还是个华人，中国那片土地上发生了这么多的问题，你一定要这样选择性的沉默，什么都不说吗？反而大谈特谈美国的问题。我理解你出于一个个人安慰，但是你也想想你产生的坏的影响是什么。我就说到这里我也不想改变你们，自己去反思。所有的个人的因果、个人的报应，都写在你平时说的每一句话，你写的每一行字里面那是你的命运，你的人生的选择，你愿意成为什么样的人？
路飞是一个很光辉的形象，对吧？一个非常好的动漫形象。你可能对你自己有这方面的投射，所以你才会拿这个当你的名字。但是很遗憾，你担不起你担不起。好了，狠话我不说了啊！你看，你肯定担心到这里，又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对吧？我不会暴露你任何的隐私情况啊，这不是我关心的，也不是我的为人。我只看在这个华语世界公开层面的信息，有什么是我可以分析出来需要告诉大家的，仅此而已。和你这个人其实也没太大的关系。感谢收看、订阅、分享。